婚姻就像一个空盒子，只有当你先往里面放入你想要的东西，才能取回你所期盼的回报。你放得越多，得到的也就越多。许多人结婚时，对婚姻抱有许多期望，期望从中获得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、安慰和爱情。然而，婚姻刚开始时，这些你渴望的快乐、安慰和舒适都是空的。当两个人开始一起生活时，必须养成一个习惯，去给予，去爱，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婚姻生活中更是如此，越早开始这种习惯，婚姻的盒子就越能被丰富地填满。夫妻之间应该彼此服侍，彼此洗脚，彼此赞赏，彼此饶恕，彼此体谅，一起祷告。这样，婚姻的空盒子才会日渐充实，变得丰满而美丽。在这个空盒子里，首先应该放进的是祷告。祷告能够保守双方在灵里合一，并且学习认识主的旨意。祷告是一种保护，使婚姻建立在与神同行的基础上。第二个该放进盒子里的是体谅，学习体谅对方的软弱，保护对方的缺点，要爱人如己。他是你最亲近的，天天与你相伴的人。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妻子都不爱，又如何去爱弟兄姊妹呢？第三个要放进的是思念。思念是让两个人建立深刻联系的力量。思念让我们在疲乏时想起温暖的家，是寒冷冬夜里的一股暖意，是推开家门时迎面而来的饭香。最后，婚姻的空盒子里还要放进艺术。艺术没有逻辑和次序，但它使婚姻变得美丽、生动、有趣，成为生活中的神圣罗曼史。婚姻需要氛围，这种氛围在家的每个角落无处不在。生气时要加上一份豁达，吵架时要加上一点幽默，这都是婚姻中的艺术。除了祷告、体谅、思念和艺术，婚姻的盒子里还可以放进许多其他的东西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体验和学习。亲爱的同伴们，请抓住每一个今天，好好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丈夫，爱你身边的人。但记住，不要仅依靠你天然的爱，因为天然的忍耐和爱并不足够。我们需要依靠这位复活的耶稣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会发现忍耐不再那么困难，爱人也变得不再那么艰难。亲爱的同伴，你学会忍耐了吗？你学会爱人了吗？我们仍然在学习的阶段，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的，没有人能达到全然的忍耐，除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。以弗所书5章33节，然而你们每一个人也要这样各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要敬畏丈夫。